我们来看一下这位 model 的发质与发量，它的发质其实很好，但是呢前区的发量特别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额头这里退化点会特别高，同时呢在它额头这个距离其实上庭也是蛮高的，这里的发量占到我们前区这里，如果跟后区比的话，最多只有占到后面的这个宽度只有这个5比1，特别少。整体的发量的话，前区占的分配这一块，那在裁剪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如何保留这里的量，把后面的堆积去做好。后头骨这里呢还是不错的，发际线也是挺好的，这里有很多种选择了。那么在它这个后头骨这里呢，我手摸上去呢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一边的头骨比这边高，这一块的拱度会比这里会高，宽度上头尾这里会比较宽，下头尾比较窄，两侧是一样的，发量都特别少，边缘区域。那我想在这个头发上给大家去分享一个关于粗犷质感类别的一个错层的结构。我会在前半区这里保留它的一个重量，我会把结构剪得比较强。那后半头的下区这里，我要做去除层次，做的比较服帖，整个重心往上移，让这里看起来饱满。后面呢看起来出在一个弧度有问号的形状，这里比较精致。那么在前区呢，剪完之后跟后面去做过渡的时候，边缘的轮廓我都会以粗犷的外线为主，包括后面的底线我剪完之后也不会以这种碎和薄，整体的给我们的视觉感是它的轮廓还有它的整个发尾的质感都是以碎和柔来表现的。我在分区的时候，我以这个头顶最饱满的这个区域把上面这个圆形区域分出来。那这里就要考虑到我下去如果做去除的时候，我这里要什么结果，想要很服帖的，还是想要很碎的，还是想要是层次很匀的推过来。那这里要考虑的是前面这个的发量是不够，如果我要剪比较顿挫厚的质感，当我用剪刀拉的角度不够的时候，剪完之后就比较硬，拉得过高的时候呢，剪完之后它是比较碎的，然后最后我还去剪外线。所以我在选择这个边缘的区域的时候，我是用削刀来去操作的。后半区呢是用去除，削的是去除，前半头呢随头型，削的是一个堆积层次。然后上面这里呢，我们剪刀去剪一个比较圆润的一个层次，最后我把外线用剪刀剪的比较顿挫感，然后去让上面这个圆形堆积层次和前面这个层次产生两个长度不一样的连接。同样这个后面也一样，上区一定要覆盖住下面的切口，产生两个周区边缘区域和我们顶部都是有不连接的一个结果。 OK， 我们先从后面这里开始。底下这里呢，我们需要得到的结果是非常细腻的服帖，底下越服帖，我们的上面的堆积就越圆。所以在这里剪的时候呢，我选的是这个工具，削完之后它底下会比较碎，那我把特别碎的最后用剪刀去剪掉，这样会比较快速。我觉得做门店做服务顾客，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种裁剪这个工具，这样很快。外侧的地方我们向后带就可以了，这里都是向后带，再把这上面的长度削得统一，这里都是随头缘去做去除，保留这个外侧这里的长度。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得到这里是比较虚化的底线。剪完之后，我们大概的先把这个长度先削掉，特别碎的去掉。如果是保留这个碎发，我觉得这样就已经 OK 了。它是剪短和这个厚薄一起做好了。这里的厚薄呢，我觉得不用刻意去做，你只要简单去划掉一部分就可以了。
最终这个外线我稍微再剪厚一点点，不要那么碎啊，这边就 OK 了。这侧一样，戴起来的时候长度是3到4公分，因为3到4公分这个短发长度在一般图形上发质是不会翘起来，短过3公分就肯定会翘。垂直划分，这里一样，后带，我们先划掉上面的头，这里能梳过来带过来就可以了。边角这个长度，做有些客人的时候，你可以留着一小撮，也可以。那留着可以做一些创意，不要它我们直接刮掉就可以了。皮肤是有弹性的，我们用的是削刀，所以它是刮刀啊，这里是有齿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会很快速得到一个结果。后须呢就 OK 了。那么前半区这里它发量比较少，我同样用这个工具去定一个它的长度。那么在定的时候呢，在前额的地方不要定太短，我们抓出一撮一撮的来去削掉这个长度，这样的话它也会比较厚实。抓住一撮一撮的来去进行操作，这个地方我们全部带到这里来，平行头皮去提拉，这样出来之后，这里会有个圆弧度向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把旁边这个长度呢削到我们的耳垂这个位置，因为我们后面的重心它不可能会低过耳垂，所以呢，当这个落点最饱满的地方在这个位置，当我们这个重心低过它的时候，前面的边角就可以往下去延长。如果后面的重心它很高，前面落得很长，那么得到的结果呢，就会是一个斜前的一个重心分配了。那这样的话，出来的头发就会酷感很强，就后短前长。所以我们前面一般边角在以顿挫感为主的，都是把这里的边角剪完之后是在我们的耳垂左右。在耳垂左右的边角，它可以有更强的动感，也可以有更多的表现力。那这个边角呢，我们在剪的时候不需要剪成斜的，平的就好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随便去来几刀，在做轮廓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剪刀剪几刀这个顿挫感比较强的，这个时候侧面就 OK 了。边缘线的柔和度和边角的柔和度，其实这个时候会起一个呼应，可以就这种柔和度我们吹干就可以了，也可以吹干之后把这里精致，再把这里精致。那整个呢，这个外围力再下去得到的，它是一个从我们的刘海长度到这里的长度，还有我们这个耳后点边缘线长度，这个等长的情况下，视觉上看起来就不会觉得哪个地方特别长。再把我们前后过渡的地方削一下，这一侧也是一样。我划这个长度的时候呢，抓出一撮一撮去划，因为这样吹干之后刘海会比较自然。那吹干我们想要表现这个刘海是硬的刘海，或者是粗犷感比较强的刘海，其实我们就可以在其中这个去掉一部分的量，或者是让其中一部分的头发剪得比较有顿口，其实就可以了。那这样其实剪完之后呢，它是一个比较短，它的切口呢很柔的一种结果。再到旁边，把边缘线的地方我们稍微这样带起来，根据这个长度往下滑一下，这个滑的不宜于太宽啊，太宽的时候这里就会打得很开。然后再把我们的旁边的垫角的位置直接带出来，因为它发量很少，我们不需要去做分区，直接再滑到我们的耳垂这个位置。这样呢，出来之后就呈现。同样，我们约束这个底线，还有这个侧角。那前面发量比较少，我们就剪的是一个堆积随头型的一个角度去提拉就可以了，这样这个结果就好了。在刘海的地方，如果这个时候你想要追求比较柔的短的这种薄的刘海，我们可以这样一束一束去划。如果不是追求它的发量比较少，前面我觉得还是厚一点好，我们可以吹干之后稍微的这里用
剪刀去做一些洞口，拉开一点空间，再把这些特别碎的去剪掉，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那这个时候得到的这种皮是比较柔柔的，不会觉得哪里特别长，或者是切口特别生硬。上去的头发随着这个头圆的弧度，我们向前去提拉，在外侧这里的长度可以覆盖住这个，那也可以这个时候用剪刀去剪一个反曲线层次，微微的反曲线，这样落下碎的会在这里。可是它的前额发量不允许，所以我们在上半区这个位置的时候，覆盖住里面这一层。我们根据刘海这里的长度往后去画，跟边角没有关系，那外面的头发就容易变成一个圆形。然后我们再以这个长度去画我们的后面，一直顺着这里。那这样这里跟后面底下就是不连接了。那这里不连接要注意的是不能落点过低，所以我们在剪的时候呢，做这个工具的时候要表现这里的看到我们去除层次为主。这里都是一样啊，我们顺着这里的，以刘海的长度跟边角没有关系。那干了之后，这里会不会沿着向后走？顺过来，就到落点的地方，直接全部去划掉。这时候我们要从侧面看啊，你得到的结果是不是在前面看起来是个圆，而且切口很自然。如果是发生错误或者是落点过低，我们要及时调整。这一边因为它发量不是很多，我们分为2层就可以了。随头圆去划分，以刘海的长度向前去跨，跟我们的边角没有关系。当我们这个长度确定好了之后，我们根据这个长度去划就可以了。同样是平行头皮去提拉，顺着这里走。画完之后我们去看这后面是不是个圆形，这里一样平行头皮提拉，跟边角没有关系啊。能梳到的长度全部以这个长度来斜的往后走，这样基本上后区和侧区都完成了。中间这里的长度呢，交叉去做。我们把落点的地方抓住来，划掉这里的最低点，这里和底下是不连接的，所以呢，我们在过渡的时候一定要柔和。交叉去做，直到没有特别长的存在就 OK 了。这样呢会快速得到一个这样的轮廓，后区会显得比较圆润，然后落点会是比较柔的。从顶上这里开始，我要把所有的顶部的这个切口，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剪刀去把它剪干净。越是顶部，我们保留的是比较有质感的这一层。
随头型去剪。去掉最尖锐的，同时呢，把切口去检查一下。随头型一圈，剪完之后，我们要在侧面去交叉去检查，我们要把特别碎的去检查一下。这个是比较快速的去剪完结构，也可以用剪刀来回程去检查一下。做客人会比较快，到这里不用担心划完之后会特别碎，这里都比较精致了。这一侧也一样，随头型去检查。这样就好比是一个头发剪完之后长长了一段时间，我们去把发稍修掉一点的感觉。你如果比较担心剪完之后会比较毛躁，这一个检查是比较好的一个过程。发质好的其实不用在意这些，都已经剪完之后很自然了。当然沙发和自然卷不建议大家去用，那种毛毛的自然卷也不适合大家用。这样我整个头就剪完了。那么在干发的时候呢，我们只要注意去把这个结构剪得精致厚实就可以了。在湿发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结果，前面是一个短的刘海，旁边是一个偏平一点点的边角，后面的底线都很柔和很自然。然后呢，在前侧去看的时候，我们的变化其实可以有很多种。我可以在这里剪掉钝的切口，也可以把这里呢剪完之后，让我们的旁边的边角特别柔，前面这里剪得比较厚，这个边角比较柔，它也会有一个对比的视觉，两边都一样啊。我可以干发的时候，我只需要做这里也就可以了。除了这里，我还可以去什么？前面刘海我剪个碎齐，我把旁边剪得比较硬，比如说剪得钝口，然后这里做精致就可以了。OK， 那很快速的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接下来我们推干。OK， 我们吹干了之后呢，可以看到其实这里都很自然。前区这里要依靠这里的量来去压住这里。如果这个时候在分这个区的时候，想要这里达到错开的结果，其实可以这样分区，避开这个前额线比较少的地方。但这个如果分的不好，会容易造成这里会剪完之后会一个缺口会很大。所以在剪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在表面的这个侧面，我们在这些地方去制造一些错开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在转角这个区域，它头骨显宽的区域，我们可以去剪一些高位提拉的层次，让这里落下来之后偏柔啊。那再看两边的结果，那整个周边都是削完之后，它也不会出现特别碎，这里都很自然很柔和。剩下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区域去把所有的底线做精致，边角可以保留也可以不保留。保留这个边角在前面看，那是一个短 bob 的这种感觉，它的框架结构的框架看起来形体会比较扎实。那如果把这里呢剪完之后稍微的错开一点点，出来之后会比较凌乱，厚实的凌乱。 OK， 我们从底线这里开始。比较安全的一种方法是用牙剪来去剪底线，把这个特别碎的去划掉这里的粗糙的地方，转角这里去枯燥，保留这个底线一点点柔和的，因为整个头发都是以厚实为主的，我们不需要这里特别碎。不是说碎的不好，碎的还原度和我们生长的周期会比较弱。
所以我还是希望所有的设计师做客人的时候，应该是根据不同的发质来去剪，有一个不同的结果。那我们在这一期录制的里面，有柔和的，也有这种粗犷的，还有以纯结构为主的，都有。你可能在其中选到几款适合你的客户群体就可以了。这里就 OK 了，细腻精致。有些设计师反而喜欢去剪这些碎的，我觉得这个都不是说绝对的，只要你的客户能接受，怎样都可以。转角的地方划掉一点，它的发量本来就不是特别多，我只要建立一个柔和的堆积在这里，它比较自然就可以了，未必要用剪刀一层一层去剪，然后后面剪的堆积很高，或者是说很厚，再去用牙剪，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繁琐的过程。那不一定要追求这些碎尾，只要整个看起来这个我们的底线看起来是柔的，但是实际上呢是碎气的这种感觉，就 OK 了。这一堆积落点的地方我可以拉起来，即使它在削的，我们用剪刀检查过之后，它并不是很碎。后区呢，这里不用你修饰太多，只需要点剪就可以了。斜的交叉向后，做些点剪的检查。首先这里都已经很柔和了，在我拨动头发的时候，我觉得这里是厚实的柔，就 OK 了。剪边角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边角这里的裁剪的不需要那么规矩，先把这个特别碎的去划掉一点。这个时候这是外轮廓，那么在边角这个区域，把上面的头发拿走。这里我觉得在剪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本身已经是这个 OK 的结构之上，稍微的去剪一些断层，这样我们出现一个不规则的边角，形成一个缺口，上面头发再放下来，那这样会感觉这里会错开。那么这里头发放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边角还有边缘的轮廓，所以在这个地方跨度比较均匀的地方，我们再去剪一个断层，那这样整个轮廓就会比较生硬，但是呢它动起来是比较自然，因为它整个结构呢是前面都是厚的为主，在这里来2层就可以了，这个侧面看起来就比较有意思了。再去把我们的侧面这里划掉一点点，在耳朵上方，往耳后走的时候，这区域不要太厚，这样如果说它到这里夹起来，出现就是这样的一个边角的轮廓，视觉就会发生变化。放下的时候它又是不一样。这一侧头发比较少的人不需要在这里做刻意的把上面的层次分为2层，我们在边角去表现就可以了。如果这里的发际线发量比较多，那我们就把里面做去除，外面覆盖下来去做，那也是一种感觉。我们未必要追求对称，在这个边角地方，当我们的斜度很斜的时候，其实出现就不是钝口，它是一个平的，这个斜的切口，所以呢在本身这个已经是比较 OK 的切口之上，在本身已经是有这个切口之上，去剪掉我们的这里的斜度在接近平的结果就可以了，出现2个断层的感觉，不要太窄，太窄了就看不见，我觉得这样就 OK 了。这里的头发耳朵上面这里
可以划掉一部分，不要它太厚。包括这里，这是在转角的位置。这个时候呢，整个头发剪完之后，我们在视觉上看，这个底线是很斜的，圆过来。那整个头发的视觉给我们看起来是比较厚实的轮廓。到了前面的头发放下来一样，在这里呢稍微的去剪一刀就可以了。这里放下来的时候谁动感，加起来又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层次，所以它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缺口存在。在痛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钝痕在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样就很有意思了。给主结构剪完之后，剩下只需要你变化一下就可以了。再到前面刘海的地方，刘海的区域，因为这里的发量不多，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分层去剪这个区域的去除。这里的发际线也很高，所以在这里我不想表现一点不同的层次在里面就可以了。比如说这里已经有了，我们在中间选出一片宽度，在这里去做去除层次，这样落下之后呢，这里就会比较柔一点。而这里没有做层次的地方，它就会比较厚一点。这时候在厚的地方，我们稍微把它剪钝一点点，它这样就会错开了。这里如果我想要它硬，那我就剪堆积层次；想要它柔，我就剪去除层次。这里已经有了柔和的，在这个位置，所以我在这里剪的时候呢，稍微把角度呢放低一点，这样是一个堆积的切口，这里出现就会是硬的。我们间隔的均匀度要均匀就可以了，剩下就把特别碎的剪掉就可以了。这里呢，我们稍微剪一点点小的缺口，那这样整个刘海就 OK 了。OK， 在旁边呢，我们检查一下，把特别碎的剪平就可以了，剪平就可以了，不要剪齐。我一开始就说了，我希望我们的周边呢得到一个比较钝的、粗犷一点的轮廓，不需要它特别碎。后面呢，这里是厚实的齐就可以了。这一侧。我们要约束这个底线和我们的外轮廓线，在视觉上是走一个圆的轮廓，这个头发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在这款边缘刘海这里的错层的这种刘海上面可以得到一点灵感。我这边再看抬头一点点。